好，来看一下目前美国的内乱状况哦。在德州这里，最高法院呢下令说，边境的铁丝网必须要撤掉。但是德州非常的不满，就杠了中央，说非法移民是入侵啊。现在全美至少已经有27个州表态支持德州，甚至还计划要派出国民兵来协助保卫南边的边境哦。那前往德州的车队呢，在陆续展开，说要号召70万人嘛，连这个前陆军中校都讲说，有其他的组织现在敦促退伍军人要加入啦，不只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卡车司机现在很多的退伍军人也要加入到这个边境抗议的行列里头。他们讲说，现役跟退休的一些执法人员、军人、退伍军人，还有守法热爱自由的美国人，通通要陆续加入这个抗议的行列。那德州的军队也在陆续集结我们从画面上来看，有许多的军人从飞机上头陆续的这个搭机抵达了德州，然后甚至军人们开始大批的集结在铁丝网前，正在进行一些备战的措施所以人家真的很担心，看到了这样的军队集结，甚至是退伍军人也陆续抵达了这个德州，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美国真的很有可能会发生内乱的情况？那现在拜登就讲说要釜底抽薪他们说要把这个德州的国民兵收归联邦吗？那德州州长就警告，就说你如果敢这样子做的话，就是在向非法移民开放边境，也是你会犯下的最大错误这恐怕如果真的这么做，也真的是会得罪共和党的一些选民那我们看到德克萨斯州的警卫也在跟这个联邦调查局发生争议的时候，高举这个有种拿走的这个旗帜这个旗帜显示在这个冈萨雷斯这个旗帜飘扬在奥斯汀总部的下方，就本来他们的旗帜下方现在挂上这个旗帜。那这个旗帜其实是在德州革命当中最著名的旗帜他们已经把过去革命的这个革命魂全部又挂了起来，已经在跟中央喊话，所以看起来美国的紧张氛围持续在蔓延当中那昨天让大家非常的惊吓是说，纽约时报有报道说，在宾州这里有一个男子他跟他父亲的意见不同他竟然就斩了他爸爸他这个影片还这样子就是他还抛出这样子的影片，然后高举着父亲的这个不能描述，我们不能在电视上面描述他这个影片，反正非常的血腥啦。那后来他就被警方给逮捕了。这个宾州男子叫贾斯汀·莫恩，他指控他的父亲麦克是一个工作20年的联邦雇员，身为国家的叛徒现在永世下地狱，竟然用这样的一个指控，就是既然父子可以为着不同的理念反目至此那他宣称自己是美国民兵网络的指挥官，痛骂移民，痛骂拜登政府还呼吁美国各地的民兵要联合起来就地对抗这个联邦的官员所以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对立的一个情势。那紧接着我们看看这个陈文茜姐她有提到他说川普讲出了很多底层美国人的心声因为现在反川普跟讨厌拜登两者同时存在，美国最大的核心就是边境议题还有反移民的议题，其实也隐含着种族主义那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使得很多的白人现在已经落到了贫穷线底下，也使得现在川普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美国现在经济的危机还是要求中国大陆，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明明很火热，可是看起来联准会还考虑降息因为他们在美东时间1月31号的下午2点连续4次说这个利率是维持不变的那现在目前利率是来到23年来的高点，也就是说目前可能这个降息的时机点还有待讨论。那这个高增长的背后，人家说原来是赤字跟债务堆积出来的他现在有半数的美国人竟然拿不出$1000所以看起来这个经济情势真的是非常的不好。反过来我们看一下CES 展每年的年初在展开，那大家讲说现在不是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打得很凶嘛？结果没想到在里头这些展场里面的主要位置有1/4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品牌。这次参展厂商大概是4300多家，那中国大陆的厂商就有1100多家，这个数字比起去年还增加了600多家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变成比较愿意砸出这个行销成本的一个主要厂商。
商哦。那所以美国当然还是不能够断掉跟中国大陆这个贸易往来啊，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是不能这样子做的。那中国大陆在汽车方面，现在也变成了2023全球最大的乘用车的出口国。那他们去年这个总出口量已经到了414万部，超过日本只有397.8万部。换句话说，就是超越了日本。本来大家觉得说日本的地位很难撼动哦，那说啊中国紧追在后，没想到这么快速，在2023年就已经超车日本，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乘用车的出口国了。所以从这个制造业或者是在科技业都展现出来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实力哦。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的内乱？美国现在这个会不会面临到内乱？当然，这个叫政党内乱，或者叫民主内战啊。那各位，事实的数据是如此，在拜登执政的时候，2021年非法移民从南部边境墨西哥这个德州、新墨西哥、Arizona 跟加州这4个州的边境进来的非法移民的数字173万人，2022年237万人，去年2023年350万人以上，最多的是去年2023年5月，每天8000人，就这样进来了，还没被拦下来的，没有办法进来的还不算，哦，然后呢，就开始特别在南方各州，尤其是共和党掌控的这些红州，很大一块社会福利的这些影响就会被分掉，因为你要安置，你的费用哪里来？哦，很多加州的朋友，我们在加州的朋友都告诉我们，其实加州的这些社福费用啊，也面临到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加州政府是民主党采取的比较宽容的这个作为，所以有68%根据最近的民调，美国人是反对拜登的移民政策，认为他失败了。而这里面更深层的是什么？更深层的是，现在美国的白人大概占美国人口58%，不算西班牙裔Hispanic， 他们说到2040年将会降到50%以下，就比少数族裔加起来还要少。所以作为这样子的一种发展，那越来越多没有工作技能的这个移民非法移民，那进来之后其实就大概都不会太回去了啦，哦，然后呢，分掉了社福的预算，而且造成整个美国人口的这个结构的变动很快哦。我觉得如果照这个速度的话，2040年以前就会达成了。因此这都是拜登上来比较宽松的以及在边境上比较宽松的这些移民政策。移民当然也知道拜登现在还是总统，万一明年这个川普上来了，因为那个围墙是川普盖的，所以赶快趁现在。所以我觉得今年会越来越多。那这个问题就给川普一大支柱。2016年川普怎么当选？他就说是因为在中西部的底层白人、外国的这个工厂、外国企业经济抢走我们的工作机会，而且我们又分不到这些东区、华尔街、这个加州那些人得到的利益，所以中西部的白人通通都可以投给他，那摇摆州也通通投给他。这一次我觉得他就觉得整个南方白人会受到移民的影响，我们会失去我们种族的地位跟优越感。你等着看，接下来这个问题会持续的下去，变成去帮助拜登这个当选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好，请教将军。美国这次真的是事情闹大了哈！你看这边旗帜挂出来，就是上面有一门炮，上面一颗星星的那个旗帜。这个旗帜的故事我讲给大家听哦。这个小镇叫冈萨斯。那在1831年的时候，美国的移民那时候整个德州还是属于墨西哥的领土的一个州，然后美国移民到这个地方来，到这边来有一个小镇叫冈萨斯。那到这边来，因为我就到了这个墨西哥的国土里面嘛。然后那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经常在这个西部片里面看到有这个印第安人跟他们之间打仗，对不对？打印第安人，就印第安人会去骚扰这个小镇的居民，冈萨斯的居民。所以墨西哥政府就给他们一门大炮，借给他们一门大炮来对抗墨西哥人。但是事隔4年之后，到1835年的时候，这个墨西哥军队要把这门大炮收回来。
他认为说你美国你们这些移民在这边，那时候还不是美国，你们这些移民在这边作乱，我要把你大炮收回来。就他们这冈萨斯州的老百姓就不还，他们就这个墨西哥的军队就组织100多个人的骑兵要把这门炮这个抢回来，因为这是我们国家军队的这个武器嘛，就要把它拿回来。那冈萨斯这个老百姓就是你敢来抢，我就不还你。那我们来打打看。然后一方面拖延军队，一方面就跟周边的这些邻居啊，跟他们都是移民一样，叫他就一群过来了，大概100多个人，就跟墨西哥军队打了一仗，然后就为了抢这门炮。那抢这门炮，结果是墨西哥军队打败了。当然这场战争无关影响，但是经过美国媒体的渲染之后，我们讲说革命其实不应该是革命的，就是这些移民脱离墨西哥政府宣布独立的第一场战争，他们定义在这边，所以你看这个旗子上面是一门炮，然后上面写的有种来拿，就是有种来，你就来给我抢回这门炮。那现在把这门炮放出来，这个旗子挂出来，那是不是代表德州又要恢复冈萨斯那个时候的那种情景一样？有种你就过来拿，他是跟谁呛下来，就是跟拜登呛下，有种你就过来。对不对？如果说你不符合我们，你今天硬是要让移民进来的话，我不让。如果说你要违反政策，我就不让你进来。第二个，我特别要讲哈，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哈，就是这个德州军人来讲，从飞机上下来这张照片，我特别仔细研究一下。我跟各位说哈，这德州真的是在动员国民兵的，因为这架飞机不是美军的运输机。你看它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一个螺旋桨，从屁股后面下来的。这种叫做 C-27的运输机，美国最小的军用飞机叫做 C-136，跟我们国军一样。你看它只有一个螺旋桨，它一边只有一个螺旋桨。这个一般来讲就是国民兵，就地方政府的军队在使用的运输机比较多。而且你看它这个下来军人虽然说穿着军服，但是他们呢有的没戴钢盔，它就是比较散漫的样子，不像说是美军正规军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说德州这边，我们可能在影片里面看出来。美国真的是德州这边国民兵确实是向这个地方来做一个集结，甚至于有没有可能这架飞机从别州过来声援德州的？我觉得美国后续来讲，拜登可能很头痛。好，来问一下永平姐。当然，现在要讲说美国是否进入内战一触即发的状况呢？我觉得确实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了，这讲法是有点危言耸听。但是美国确实呢，因为政党政策不同，特别是移民问题的困难呢，造成非常尖锐的对立呢。那这个确实是事实，因为我们一定要了解哦，美国它的国家形成跟它的相关法律呢，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一统的国家，它是先有几州大家决定在一起，那另外后来呢要加入美国啊，这个叫做美利坚联邦共和国，它是一州一州加入的，所以它在这个加入的过程中呢，它中央有军队，但是它地方保有了它的国民军的调动权。那么这个国民军的调动权呢，他们平常在做什么呢？他们就譬如说发生风灾啊、水灾啊，就赈灾。那美国这么大，你什么都要靠中央派军队，你怎么来得及？那现在拜登呢，如果说因为这个问题，他本来在移民的情况下呢，已经跟这些共和党的红州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啊！因为川普时代那个移民一年才40万50万人呢，那么现在到了拜登时代，一年刚才杨永明教授讲了270万人，这还得了？暴增如此之多，大家一定是苦不堪言。那你如果说又违反了美国的立国精神跟宪法，你硬要把州的权力、军队收回来，那时候才真的有可能呢，从升高对峙，甚至不排除说可能有这个交火的情况，甚至我觉得这次非常残忍的这个儿子杀害爸爸的这个现象，说明了美国因为他枪支没有管制，然后美国人呢现在那种底层白人呢，他们觉得他们的权益、他们的工作机会、他们的好生活都一直被压迫，然后他们就越来越暴力。所以美国的这种呢，因为没有管制枪支，随手可以买到各种枪。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民进党不断在说这个中国威胁论哦，才刚取消了 M503的航线，那现在中国大陆又派出了22架的战机。
然后其中11架是越过了海峡中线哦，包含了歼10、运8，再加上一些无人机哦，这个都穿越了海峡中线，所以看到很多这个绿营的媒体啊，都开始在讲说，哦，这是在威胁，这个是一种对台湾的一个武吓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民航局就讲说，这个后果中国大陆要承担，应该要赶紧协商啊，你这个 M503的改变已经升高了区域的风险哦。国防部也讲说，希望能够停止片面改变区域稳定。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国军在春节要加强战备操演，其实现在还有特别模拟说解放军执行联合战备警巡期间就从本来的演习突然变成了突袭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直接来攻击就是我们的一些重要设施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应变？所以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演习的转变也引起了外媒的注意。像法国的媒体就讲说，台湾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模拟了，如果中国大陆把这个环岛常规的演习变成实际的攻击的话，那同一天这个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进行战备巡逻，这个演习其实感觉上面烟硝味更重了，就是我们自己在演习，那刚好大陆也在这个进行这个战备巡逻，所以现在就看起来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要做好因应准备，就是这个如果有一些对我们的基地啊或是一些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演习训练的内容真的让大家感觉到浓浓的一个烟硝味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现在这个造了上千海上攻击无人艇这个蜂群战术他们说呢，像五角大厦向无人机的开发商要求要开发高速拦截敌方船只的小型自主攻击艇，就是无人艇这种概念啦。那未来要运用在的就是西太平洋跟台湾海峡，就要部署这一类的船艇白宫也提到啦，这个苏立文说，现在台海危机是中美最大的风险，那就是因为这个如果台海爆发了危机的话，美国必须要透过强力的外交跟嚇阻来对应苏立文也警告中国大陆说，如果持续在台海这边挑衅的话，将会跟盟友还有合作的伙伴予以反击。波顿也来讲话啦，他说这个还不光是如此呢，如果川普今年选上重返白宫的话，搞不好会让这个风险再度升温他讲说川普自私自利还说川普会惩罚和报复自己的敌人，甚至姑息对手，比方像是俄罗斯跟中国。如果川普重返白宫的话，很可能会让中国封锁台湾的风险大幅升高。再来，美国也不断在塑造这个中方的威胁。FBI 的局长在国会作证就说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些骇客瞄准美国的基础设施，然后正在进行一些骇客或者是对于实质的这个现实世界里造成一些真实的伤害。CIA 局长还说这个俄乌也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侵略有关因为现在已经开打了2年，如果我们切断对于基辅的援助的话，这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这就是一个对于全球释放出来的讯号代表这个我们切断，我们会放弃乌克兰，那是不是就助长中国大陆有可能对于台湾采取更侵略的一些立场？那另外我们看看对比一下美国自己的态度他一方面在讲说这个你不可以买俄罗斯的油那喊说制裁很大声，结果自己美国的海军也去买俄罗斯的油被人家报道出来因为在土耳其南部的海岸这边的就被人家发现说怎么有莫斯科的石化能源销售的中转站，然后美国的议员就讲说这客户竟然还包含了美国海军，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一直在讲说不可以用俄罗斯的油，结果美国自己是买家，真是有一点讽刺。这个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民进党炒作中国威胁论？我觉得其实现在两岸的情况绿院长选出来了，但是呢，立法院进入到战国时期，那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各种这种反中抗中保台在民进党这边就会开始声嚣尘上。那很多的法案如果没办法过，那都是要去见国台办的韩国瑜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种氛围会使得台湾的内部这个民粹会高涨，然后呢，会使得赖清德他就有一个下台阶，说他不可能去在对这个两岸议题上做任何的让步，因为民意就是如此，而我的胜选就是民主战胜专制，所以台湾内部的政治的这种动荡可能会造成台海的危险的一个引爆因素。而两岸的这种关系，像现在这个 M503 航线，讲句实在话，其实它就是
我不再让利了，我不再克制了，对不对？我也没有侵犯到你，那你说我是政治操作啊？其实我们已经太习惯了，对方你就是要让，你就是要退，你就是要对我们怎么样，给我们优惠。接下来527项的优惠关税会不会逐步的取消？那两岸关系也会变得更紧绷。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变化，一方面虽然是在选举，但是你看 FBI、CIA 为什么？因为它都到国会，国会有那种民粹反中的非常强的情绪，哦，然后呢，川普去跟他比反中，你永远比不过，也不确定他上台之后会怎么样。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个上千个无人机哈，这是因为在整个西太平洋，美国叫印太地区的海军的军力比较，其实美国显然居于弱势。你就算加上日本的4艘这个航空母舰、直升机载具舰，还是说菲律宾的9个这个新的基地啊，新的加旧的加起来，你没有办法跟大陆比。美国整个全球240艘这个43架43艘这个军舰，但中国大陆是422艘啊，它排第2。在整体的排名里面，我们看到最新美国智库的出来，只差4分，3艘航空母舰，但是呢，有8艘动75的两栖攻击舰，美国大概只有3艘吧，是不是？华盛顿级的，然后呢，更不要说动55的8+2 10艘，那动52D 的那更多了哦。所以你在这个区域哦，我们讲第1岛链、第2岛链范围之内，再加上这些飞弹，美国能怎么办？所以昨天美国的第7舰队就公布了讯息。新到这边来的罗斯福号跟卡尔文森号就跟日本的伊势号就开始在菲律宾海很大了，其实是日本的南端做军事演习，对不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同时昨天又公布了韩国、澳洲、日本、印度、美国5个国家开始在做反潜演习，他把这些动作都加在一起，他把这些盟国加在一起 ，so what？ 那怎么办？赶快来上千个这种所谓无人舰。那你的这些舰开出来之后，炸你的这个就是这个传动系统，让你动不了。我觉得其实他已经在思考这种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啊，怎么去面对。美国在这边的整个印太区域的这个军事正不断的在扩大当中，而会不会擦枪走火而造成台海的危机，大家要思考一下。好，请教将军。这个拜登的上千无人机海，这根本就是科幻的电影情节。我第一个讲的就是说，你知不知道？解放军不要说解放军了，包括我们这台湾海上的雷达最少看400-500公里之外，如果再加上无人机监控，可能上千公里。那我现在先问你，你这些无人艇你从哪里放出来？你要从基隆港放出去呢，还是要从关岛就放出来？然后航行上千公里，然后不要被你到那边以后，你油还有，然后这个船上面油还有，还可以对敌人的军舰做冲撞，然后还要不被拦截到，还要不被发现到，这是第一个你要面临的问题嘛。所以你这种小艇你怎么？第二个，我跟各位说，这个小艇最快也就是50节。我们昨天电视上公布的国军的 M109这个快艇，这个时速可以到45节，我坐过那种快艇的。那坐起来以后，我跟你讲，坐在上面其实非常危险的。你不小心的话，你如果说不会坐的话，你这不是骨头摔断，你这骨就会摔到海里面去，那个非常危险，那个速度很快，海上是有波浪的。那我在像那个他们要会操作，你必须要有人会操控，要顶着浪前进。你说歪着浪的话，你就被浪打翻了。我们有时候在海上的话，就必须要海龙蛙兵，他们会操作那种快艇。你这种无人艇在海上，你怎么去控制它？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对敌人的军舰攻击，可能你在最起码上百公里之外，你就要放出去。你碰到海上风浪大一点的话，你不被打翻才怪了。然后你是不是刚好形成敌人练枪的靶子，在那边打？你说这个时速50节，大概就是最多好了，给你时速100公里好了，500公里之外看到你，这5个小时你才过得来。你到我这面前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油？还有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纯粹就是美国去打俄罗斯还可以。也要说弄中国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说依靠这种美国那种科幻小说式的武器，就想要来保卫我们台湾，我们绝对不接受。另外 M563航线这件事情，我要说的是民进党自己打脸自己被自己的回旋镖打到。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朋友在这个我们同学在国防部里面，我国防部你现在来什么好什么谴责？你干嘛去帮民进党擦脂抹粉讲这种话？人家那时候2015年是马英九执政，那个时候因为
大陆他们当局说我们有一条航线实在是太拥塞，那条航线叫 A470航线，因为太拥塞，所以我们要要开辟这个新的航线，就是这条航线要开辟，不然他那条航线在拥塞。为了这件事情，他取得台湾谅解，还特别叫台湾人去看他们上海管制台，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很拥解，我们必须要有一条航线来用一条航线来取代。啊，那个时候台湾就跟他说：“你不行这样子，我们台湾人不，万一我们台湾人误会或干嘛的话，我马英九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要向旁边向西边靠7海里。那你这样的话，那时候国防部也觉得是有压力。民进党那时候还把国防部的这个就是陈永康当这个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还把陈永康叫去骂了一顿，说你们国防部疏忽怠职。那你今天回旋镖打到你自己头上了，你现在开这条航线，我看你现在民进党你怎么去应付，对不对？然后另外 W122跟123更扯了，我们飞机可以飞到金门去，你叫人家飞机不可以飞出来。如果我们飞机飞过去不会冲到它，你说你们飞机会冲到我们台湾本岛？你不是笑神？人家一直在让你，结果你一直在那边的这个得寸进尺，然后完了以后，你现在还拿来当，我觉得拿来当政治炒作是民进党自己了，不是这平常讲不是大陆啊，它就是一个民航机的航线嘛。好，来请教永平姐。现在所谓的这个美国啊，也在炒这个中国威胁论哈。那他的立场跟出发点呢，跟民进党呢是不同的啊。民进党呢，他因为赖清德呢，他少数总统，他比较强硬，他并不希望在520就职演说呢能够这个软化。可是问题是，美国人确实压力很大，因为美国不乐见在他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呢，特别是美国今年的这个选举非常的焦灼那他海外战事的议题呢，一定会成为选战一个激烈攻防的焦点，所以他并不希望台海在这个时候出事所以呢，民进党有民进党的盘算给赖清德施压，甚至呢，他的反中牌呢，我们会看到他会不会一直打到520。那当然，如果赖清德在520的致辞还是对中国大陆的态度非常强硬的话，那当然两岸的态势确实会升高。可是美国方面呢，现在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呢，他们是要利用所谓台海危险呢，来辩论说他们到底要不要持续的去军援乌克兰。因为共和党呢，特别是在川普现在强势主导的这个选战来讲呢，共和党方面呢是想要停止军援乌克兰的，而现在在白宫主政的民主党呢，他们是不愿意军援乌克兰停止，因为军援乌克兰停止呢，很可能马上就会使得现在这个俄乌的这个问题呢会马上陷入一个对乌克兰或者西方世界不利的处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力的情况下，他们却把中国威胁论呢也牵进来。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讲，不分朝野政党呢，大概对于中国大陆是最大威胁这件事情是有共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来说呢，变成是一个他们对外援助争取预算的一个说法跟工具，那并不是真正要支持台湾。甚至波顿跟川普共事过，他都讲得那么明白，如果川普当选了之后，他很可能呢转而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交好呢，完全会抛弃盟友，譬如说台湾或者是乌克兰。我觉得我们不得不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翟轩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立刻来看看刚刚这个韩国瑜在第2轮投票的时候顺利当选了立法院长的角色，也从老柯的手上拿下了这个立法院长的证书所以大家很开心的围绕着他一起照相合影那韩国瑜也喊出来，当选立法院长深知责任重大，也喊出来不要斗争，需要多鞭策人民期待是焕然一新，实质上扎扎实实创造人民幸福
府的立法院，不是斗争，所以未来法案要一起携手前行哦。甚至他也是喊话游锡堃，但是没想到游锡堃就已经先宣布辞职了哟，所以就是慢了一步。他本来是说要一起携手前行，但是游锡堃就先这个可能他就已经递出了他的这个辞呈，在他的脸书上头也抛出了那一张贴文哦。那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在立院门口投票之前，就看到国民党啊气势如虹，一起在高唱"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来听一听。在那路啊，从前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轻轻地唱出我们的歌声，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好，我们刚刚看到的版本哦，是高金素梅在她的脸书上面po出来，是广角镜头的，所以其实早就是不是已经大家信心十足，看到了民众党说他们会支持他们自己推出来的人选，代表蓝营心中也比较笃定，应该会是韩国瑜当选的这个结果。那其实，在今天在红毯上面有一些花絮哦，我们知道这个谢龙介拿着一把伞，说一生监督一个人啊，跟赖清德的这个照片哦。放在上头，他进到场内的时候还拿给这个韩国瑜啊，就说这个让他看一看，然后韩国瑜就说：“秃子打伞会怎样？”他这个妙语如珠哦，这个谢龙介就讲说，秃子打伞就是无法无天呐，所以接下来韩国瑜可能要带着无法无天的气势，在这个立院这边来进行监督哦。那我们看看柯建铭就现在开始，是不是黑韩的这种序幕已经展开了？他说韩国瑜当选立法院长，他过去曾经有去中联办的记录啊，这是国安风险哦。郑运鹏也喊话，他说：这民众党你们要想好保送韩国瑜的代价。他说韩国瑜不论是个人涵养或是过去立院的表现，都不足以担任国会的门面，甚至台派也在外头集结啊，所以看得出来很热闹。有韩国瑜在的地方哦，有这个挺他的声音跟这个反他的声音哦，总是很热闹的一个聚焦的一个地点。所以他们就讲说，韩国瑜当院长啊，什么不要跪着走的这个立法院长，感觉开始在黑韩了。王义川也说，韩国瑜如果当院长哦，搞不好什么事情都做出来，恐怕会带立院去国台办啊。从选前就开始打韩。但显然无效嘛。那这个我们看在这场选举里面，1月13号投票之前，其实民进党就已经拉开一个这种论调，就是说啊，要保送王义川呐，我们要用王义川来打韩国瑜啊，然后什么，反正就是不能让韩国瑜进立法院哦。可是问题是，韩国瑜就排在不分区第一，怎么可能不进立法院？那我们看到有民意啊，这个沈正南他也在讲，他们说你们自己现在苦果要自己吞了，你们被民进党羞辱的韩国瑜要当院长啦，那你们这个绿营不断羞辱践踏人格的人，现在当上院长了。民进党你们过去标榜多元、开放、包容，如今韩国瑜当立法院长，你吞不下去也得吞下去啊！你们自己要把这个调子拉得那么高，就必须自己吞这个苦果。郑丽文也有提到，他说其实韩国瑜跟一般政治人物不太一样，他有他特殊的这种特质，就是他身段很软，但是又让你感觉他不像是有求于人，但是面对到如果民进党未来无理的杯葛，不知道这样的身段有没有效，还是说他们反而会刻意的要冲着韩国瑜要来蹭声量，或是刻意的这种针对韩国瑜的一些动作，这是大家比较不乐见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柯建铭，未来还可以继续叱咤立院嘛？因为大家都说柯建铭是侨王嘛，只是说现在这个角色还是有这么厉害吗？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幕后战斧飞弹来袭，讲的是这个傅崐萁。那民进党后方空虚，万年总召恐怕要拖着断臂党团来护驾赖清德。他说就算傅崐萁只是虚张声势民进党都已经胆战心惊。问题不在花莲王有多可怕，而是民进党
区了。现在除了一个老科，不少培养已久的中壮世代啊，其实在这次立委选举的伤亡非常的惨重。现在党团的战力有如断臂啊，除了论述型、战力型的立委短缺，民进党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立委啊，更是只剩王定宇一人，几乎是全军覆没。那赖清德在选举期间提出来的国家希望工程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其实都需要立法院的支持。民进党团有没有能力来护驾赖清德，恐怕这是很大的一个变数哦。那人家在讲说柯建铭到底是真的厉害还是假的厉害哦？我们看他过去的时期，在陈水扁时期，因为他跟王金平的交情很好，所以可以有这样子两个乔来乔去哦。到了马英九时期，他完全执政，那也是继续跟王金平乔。可是到了蔡英文时期的时候呢，现在也没有什么王金平的角色。可是因为立院就是民进党完全执政过半，所以没有过不了的法案啊。只要蔡英文的意志就必须得完全执行，好像也凸显不出柯建铭到底厉害在哪里。所以真的是那么厉害，还是如何？就接下来有待分晓哦。刚刚有最新消息进来，目前这个副院长的这个投票已经结束，已经提早开票，因为原定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才会开票，但是刚刚已经进行拆封条，现在开始要进行计票，所以我们会节目当中随时有最新的消息，有最新结果，我们马上会插播进来哦。但是现在民众党会投给谁？他们刚刚是故弄玄虚啊，他们说拭目以待，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看到底副院长会是谁。首先，我们先来问一下永平姐。副院长现在正在开票哈，当然我们按照上午的这样的发展呢，当然期待跟韩国瑜搭配的江启臣呢，应该可以顺利的当选副院长。不过上午的几个看点哈，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呢，当然是民众党哦，因为民众党其实昨天就已经宣布了他们的做法，那么今天呢，大家就看说，那他们这个做法呢，是不是能贯彻到底哦？那么除了蛮意外的，就是陈昭姿自己承认呢，他有跟印尼按错的这种类似跑票行径啊，不过党团呢也很快就帮他开脱了，说不会党纪处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没有意外的是，他们第一轮投完呢，没有人过半，要进入第二轮的时候呢，民众党的人就全部退席了。后来他们就干脆去吃饭，现在副院长也就不进来了。所以当院长有进来，院长有进来，但是副院长的下午他们就没有进来。刚刚有看他们进来投票，有进场投吗？对对对，他们是院长的第2轮没有进场。院长的第2轮没进场。不好意思，我看的是可能是早一点的消息，本来以为他们副院长就放弃了。但不管如何呢，我觉得民众党呢，如果说他们没有其他的变化呢，那照说今天的院长跟副院长应该都是由国民党的人当选，好，这第一点。那第二个看点当然是外界这个传的好像有风有雨的国民党跑票哦，而且还有了那个跑票几步骤，跑票几可能，跑票几人这种说法，就没想到国民党呢也确实啊，在朱立伦呢强力祭出党纪的情况下面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跑票。那我觉得这个对国民党现在需要赶快团结，在强化士气来讲呢，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胜利啊。那么另外对于民进党来讲呢，我觉得第一个今天比较可惜的是呢，我觉得游锡堃在副院长的投票都还没有进行的时刻呢，竟然就闪辞。当然游锡堃的辞职呢，或许先前已有一些迹象显示，看来民进党内部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在逼退他那这里头呢，当然待会儿可能其他来宾也会做更深入的分析，可能跟他们派系布局，甚至跟阁揆的人选呢都是联动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说民进党作为一个政党用完就丢的这种感觉呢，未免给人家感觉太寒心。特别是说民进党对于游锡堃的逼退呢，是用像周玉蔻这种呢非常不留情面的情况下去羞辱一个对民进党来讲呢，其实贡献卓著的老兵因为大家不要认为说年轻人都不认识游锡堃，搞不清楚他在立法院院长干嘛，可是他的功能就是帮助民进党这个顺利的变成立法局啊，什么案子都帮你护航啊，那你没有功劳有没有苦劳？而且游锡堃之前也担任过
行政院院长他在民进党内还在非常艰困的时候呢，民进党一征召他去选一个不会赢的新北市长，他仍然老骥伏枥，帮你都披挂上阵的这样的一个人，今天你这么残忍的在各种状况射多少箭，就是要给他逼退。好，连他下台呢，也不给他一个好的身影，甚至呢，也没有摆一个态势呢，大家是不是鲜花慰问一下，或者是说，给他一个什么毕业典礼啊？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呢，给人家感觉蛮残酷的感受。那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呢，很多的老人可能会觉得相当的心寒。所以其实在选前就已经不断在黑科的这个绿营来说的话，黑韩的绿营来说的话，现在要面临到韩国瑜当院长，那接下来这个副院长的角色也是至关的重要因为到底会不会这个韩国瑜选前讲的这个双进双出，他跟这个江启臣，如果江启臣没有当选副院长的话，会不会还有后续的变数呢？这变成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点。紧接着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怎么看今天这个院长的选举？今天院长选举，我觉得大家其实上午开票的时候，最关键的是陈昭姿的票做废票。各位看了那个票嘛，哈，圈圈很清楚，盖的是黄珊珊，隔了一格，中间那格刚好是游锡堃，然后旁边陈金辉很大的一个印子按上去。台湾的朋友们，你都投过票吗？来看一下我的动作哈。我跟你讲，各位，这没有刻意，我就不相信。这怎么可能是不小心呢？那个印泥是小小的，你这个章盖下去，咚咚咚咚，对不对？然后你怎么会碰到你的手？是笔吗？那个手是你用手这样去擦吗？你用手去盖的。然后你盖的时候，这个笔就差不多这么长吧，还要更长哦。你怎么会碰到隔壁一个这么好、这么准，又是陈金辉？然后呢，按上去，所以就这么准的沾到压，然后一大片，然后又压到这个隔壁的隔壁。我个人觉得，当然现在民众党没有选择，柯文哲当然了解，这民进党或者是老柯给他设了一个绊子。要一开始就让你民众党气势不振，我个人不觉得陈昭姿跟黄珊珊有什么个人恩怨呢。基本上因为什么？很简单嘛，2028谁会是赖清德最大的挑战者？他们现在认为就是柯文哲，怎么会制造就是说媒体的抢镜头的？光是这个立法院这个院长选举，他都能够操作成这个样子，只有8票，对不对？所以呢，他要从一开始就给你弄绊子，那让你士气不振，那陈昭姿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一定是陈昭姿，后来果然是如此，对不对？他有这么好的这么大一片，能盖章按印泥的时候能按到，然后盖上去的时候才这么准盖到，我做不到，不可能，这不可能是，你试试看。这不可能是意外，他不会是手放在上面，然后这样子对好这样。因为这么长的一个笔，你怎么可能是这样？你又不是一个小小的印章这样子盖的，对不对？所以他在考验我们的智慧，以为大家没有去投过票，那是一个小小的印章，也许你可能会沾到，对不对？但是呢，现在江启臣开始要开票了，顺利当选了吧？但是呢，我必须要讲外面场外人说。民众党这是保送韩国瑜，这是不对的。你选票就比他少嘛，民进党。那如果民众党自己8票都投自己，中间有一个跑票，其实关键那就是谁票多谁上嘛。你怎么说是保送韩国瑜呢？那你如果够力的话，你自己民进党如果是多数，你就是一定你嘛。那保送游锡堃是不是？那至于院长我觉得其实柯建铭讲的刚好相反。立院战场序幕已经拉开，这对韩国瑜当议长是国安风险，错，民进党的当议长才是国安风险，少数又当立法院的院长，你觉得对岸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对不对？他完全搞不清楚。当然院长
现在是在主持会议议程，以后的关键哦，我看还是柯建铭、傅昆萁以及就是这个民众党的。好，我们看现在目前呢，这个副院长的开票结果，刚刚已经看到江启臣起来跟大家这个握拳恭喜的这种动作，因为江启臣是开出了54票，也就是说国民党全数投给他。那民众党现在答案也揭晓了，就他们并没有宣布自推人选，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他们的副院长人选是张启凯哦，所以这次没有跑票，8票的民众党全部都是投给了张启凯。那画面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绿营啊，持续的这个开票当中是投给了蔡启昌，所以目前这个江启臣54票是稳稳的获得了这个54票，那是不是这个第一阶段就应该已经算是这个已经笃定当选了呢？这紧接着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将军。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惊喜就是没有惊喜，一切居然就像平平顺顺如正常的这种政治的程序走完全程。我必须说，韩国瑜这次当选立法院院长，果然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从我们回想他当初从在这个当高雄市长，在一片绿油油的高雄市可以高票当选高雄市长，但是之后又因为竞选总统，然后被罢免了市长，结果没想到他人气隔了4年之后依然如此的旺盛，然后在整个选举期间，到各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都争相邀请他来站台，也因为他的人气，然后带领的这些立法委员都能够顺利。能够多数当选了，那当选之后，我觉得他当立法院院长果然是这个名副其实，也不辜负我们所有的众民的希望哈。但是我特别要讲的说，这次韩国瑜当选院长，虽然说我们没有意外的惊喜，没有说所谓的人跑票啊，或者是意外的这个民众党有另外的盘算做法，这个正副院长应该都如预期的这个由国民党的这个韩江2位来顺利当选。但是我个人觉得今天应该要唱的一首歌，反而应该是《夜袭》。《夜袭》的那首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只等那信号一响，只等那信号一亮”。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国民党来讲高兴一天就好。这时候信号刚响，信号也刚亮。你们当选以后，虽然说你们负责监督执政党，但是我们所有在野的民众都负责，我们一般的庶民啊，都在负责监督你们，看你们这个国民党。是不是我们把你送进当立法院的院长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如我们所愿的，在立法院里面扮演好一个这个打击贪腐，然后监督执政党的角色？尤其是说在选前的时候，大家殷殷期盼的，你提出来的这个各项的改革口号，包括到民众党也是一样。我们看你这国会的改革方案是不是可以落实可行？有关于这个蔡英文的论文的弊案。或者是说，这个高端疫苗，或者是潜舰国造，这些弊端、这些黑幕，是不是能够把它揭发出来？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们进了立法院以后，国会里面的人事权，包括 NCC 主管的人事任用案，现在来讲，我们台湾来讲，确实是，在这种重重黑幕之下，我们没办法正常的发表我们自己的言论，发表我们自己的想法，这言论受到钳制。当然，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人民把你们这些委员送进了立法院，那各个立法委员也把韩国瑜跟江启臣还有傅昆萁送进了，当上了这个立法院里面的院长、副院长还有总召。那现在来讲，我们希望韩国瑜跟傅昆萁2个人就像是这个螃蟹的2把鳌夹一样，对不对？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能够确实发挥起监督执政党的力量，让这个赖清德。如我们预期的预料，只当到韩1届就下台。好，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副院长的第1轮开票已经出来了。江启臣是获得了54票，所有的国民党全部都没有跑票。那绿营的话是51票投给了蔡其昌，另外民众党同样是8票投给了自己推派出来的张启凯。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要进行到了第2轮，第2轮是不是民众党仍旧会像这个院长选举一般不进场投票？所以就要看这个民众党接下来怎么样宣布。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稍后马上回来。